有缘人告诉你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信的真相。地球已经启动了清理模式跟自救模式，因为它要升高一个维度，所以必须要丢掉一些累赘。而随着人类数量和社会规模的不断壮大，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了地球的累赘，因为人类只知道索取、消耗和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还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影响了整个地球的磁场。所以地球在自身的系统能量越来越紊乱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个自救模式。疫情3年是暗中的能量在帮助人类。疫情前的人类消费规模跟活动规模都达到了最高的高度，各种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层出不穷。疫情是让人类停下来，它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帮助，把人类关在一座城市、一个小区、一间房子里，好好的磨练一下你们的性子，看看你们能不能有所转变。但是到头来，疫情只逼出了人类的千奇百怪，逼出了社会的各种症结，却没有治好大部分人的贪婪通病。大多数人读不懂上天的这些提醒，疫情过后仍然还想着金钱、享受、美色、权力等等。如果人类不懂得好好把握，不快速觉醒，那么等待人类的只有大浪淘沙般被大自然淘汰掉。作为修行人，我们身上要承担的责任更重。老天选择了我们来传播儒释道3家的法语道，那我们有在传播吗？我们有把经文诵念出来利益众生吗？我们有时常发大愿去供给法界的一切众生吗？当然，每个人的天职跟悟性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叫得醒所有人。还有一些人喜欢装睡，你也是永远叫不醒的。所以修行先要把自己的能量提升上去，能量强大了，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跟我们一起修行。九子离火大运第2年，大家感受一下自己的状态，是不是跟之前有所不一样？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节点，地球和时空的能量都在大升级，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关头。地球的能量场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人类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导致地球满目疮痍，病毒肆虐，核废水排海，工业排放，塑料垃圾泛滥，森林面积锐减，这些无不在提醒我们，地球的负担已经到了极限。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空大势是先祖早就定下的一盘奥奇妙绝棋，真知者定是新人真人天运的执行人。怕的就是人类太过自闭，不敢相信自己，不敢冲破自己的恐惧。现在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众行者已临世，静待归位。病毒肆虐，3年的疫情让全球陷入恐慌，近几年各种传染病更是频繁爆发。这不只是自然界的反击，更是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秩序的重大考验。核废水排海，核废水的排放不仅污染了海洋环境，
也威胁着海洋生物和人类的健康。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伤害。工业排放，工业化带来的浓烟滚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环境质量显著下降，塑料垃圾泛滥，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和随意丢弃，使得大量垃圾流入海洋，形成巨大的垃圾带，危害海洋生物，破坏生态平衡，森林面积锐减，大规模砍伐森林，减少了地球的绿肺，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土壤流失，水源枯竭，进一步恶化了环境。这些累累伤痕深深地刺入了地球的心脏，让我们不禁要问，地球还能承受多久？宇宙时空点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人类已经从物质世界向精神世界以及灵性世界跨越，人类彻底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每一个时空点，每一次灾难都是一种大浪淘沙的过程，这是自然界对人类行为的回应，更是对人类素质、认知和治理体系的严峻考验。灾难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智慧，以及社会制度的优劣。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人感染，有些人无恙，有些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有些人则无视警告，任意妄为。这是对人类素质的一次大考验。面对危机，有人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有人一条路走到黑，拒绝改变。这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一次严峻挑战。无论是国家的应对措施，还是公司的制度和社会的治理模式，都在这场大浪淘沙中接受考验。有效的治理能够挽救更多生命，减少更多损失，久久归一天时道，水落石出金身现。所有妄自称大、自诩自夸自称的漫天子弟们，各路大神们纷纷抖落尘埃，真主真身因特殊的天命显现人间。每个高龄大德降临人间，都是立下大愿，领了任务，只要不忘初心，真心诚意做人做事，就能得天助、地助、佛助，而能功果圆满。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地球，不只是灾难本身，更是地球在启动自净模式。三维世界坍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价值观的混乱与颠倒，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模糊，善良与正义反而成为受攻击的对象。然而，这正是地球在自我调节、进化不符合新时代能量的人类行为。在当今社会，善良和正义似乎成为了弱点和累赘，行善的人常常被视为愚蠢，正义的人遭遇排挤。这种黑白颠倒的现象，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深刻混乱。地球的自净模式正在启动，通过自然灾害、环境变化等方式，迫使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调整
不符合新时代能量的行为模式，那些不适应高维能量的人类行为将在这场大清理中被淘汰。随着地球的自净过程，高维能量即将注入，新的能量场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大升级的过程。人类文明将迎来一次大飞跃，那些能够顺应新时代要求的人将在新的能量场中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这场能量结构的大重组。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我们必须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未来。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整个文明的重大挑战和机遇。地球母亲已开启大重组模式，愿众生来听善言相劝。黎明正在你眼前，只有行善积德才能桃解，忠孝仁义才能得团圆。人世间多少愚痴的男女，自以为是，狂妄自大，谤佛谤法，逆天而行。很多人还在守着陈规盲修下炼，没有灵性觉醒，识别不出来谁是真佛，谁是搅局的妖魔鬼怪。世界将发生巨变，地球即将脱离三维空间，进入到更高维度空间。随着宇宙运行步入预定位置，同时也告诉我们，物质生命时代即将终结，精神生命灵性生命已经复苏，人类对大同幸福的向往越来越强烈。你不用怀疑，一切修行脱离了生活都是虚幻的表演，毫无任何意义，浪费生命，消耗福报。只要你的德行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国家，脱离了民族，背道而驰，必被天灭。看吧，这个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能量场正在坍塌，大清理、大扫除正在进行。地球母亲已开启清理模式，正式启动大重组。有缘人，新文明时代即将来临，你准备好了吗？站在宇宙演化的角度，新文明不是一个时代，而是宇宙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就文明的性质和时间跨度而言，新文明又可谓是个具有终极性意义的大时代。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明5000年，不用扯太远，从汉唐到清末大约2000年历史，历朝历代农民过的日子基本上差不多，甚至都没多大差别。可现代人的日子简直是日新月异。回头想想，不少人小时候还用煤油灯呢，那时候的你就算拼命的去想象，能想到今天这样的生活吗？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万象更新，社会巨变，我们即将迈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们从外求转向内求，从物质时代过渡到精神时代。天机已变，可见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肩负着何等历史使命。关键在于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以什么样的智慧去参与。外求的时代过去了，内求的时代已经到来。外求的时代
说的是我们过去注重外在物质的追求和发展，农业社会让我们学会了耕作和收获，工业社会让我们掌握了机械和制造，信息时代让我们进入了数字和网络的世界。这些时代带来了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但也让我们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今天内求的时代则关注我们的内在世界，注重心灵和精神的成长。我们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不在于外在的物质财富，而在于内心的平和与充实。精神时代的到来将引导我们探索内心的智慧和潜能，找到真正的自我。物质的时代过去了，精神时代已然来临。物质时代的成就让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足，但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人们开始反思，仅仅追求物质的生活是否能带来真正的幸福。精神时代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倡导爱与和平，鼓励人们追求内心的宁静和智慧的升华。今天的精神时代，人们将更加注重心灵的修养和精神的成长。冥想、瑜伽、灵修等各种自我提升的方法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将学会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平静，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真诚和爱心。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变迁。农业社会让我们从狩猎采集转向了定居耕作，工业社会则以机械化生产为标志。信息时代带来了数字化和全球化的连接。如今我们正迈入一个以 AI 文化创意为核心的新文明社会。在这个新文明社会中，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人们将不再仅仅追求物质的生产和消费，而是更加注重文化和创意的价值。艺术、文学、音乐、影视、人工智能等文化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人类的智力和创意潜能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AI 文化创意新文明社会是现代经济模式的转变，更是人类智力潜能的全面提升。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我们能够探索和理解更加深奥的自然和宇宙奥秘。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在高度文明社会中，人们将拥有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更加高尚的价值追求。教育将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智慧的启迪和心灵的培养。人们将更加重视心灵的成长和道德的提升，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和满足。当前，宇宙和地球的能量正在加速发生扬升，这种扬升将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深远的影响。高维能量不断进入地球系统，开始在地球磁场内循环，对人类心识进行校正和肃清。这种能量的落地将使人类心识系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脱离负能量的长期浸染，有利于引发人类的反思，唤醒人类的本源之光。地球的快速扬升，旧有模式的逐渐脱落，使得执着于旧有模式的人会感到沉重和疲惫，而新兴的模式与文明将带来轻松和愉快。人类将逐步放下对旧有模式的执着，扬升到高级维度，迎接快乐和轻松的新生活。新文明时代的核心是爱与和谐，宇宙的唯一能量就是爱的能量，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光发热，成全和表达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宇宙，所有的存在都是爱。爱是走向觉醒的唯一道路，是疗愈一切、成全一切的力量。在这个新时代，人类将学会如何在生活中充满爱与光，如何用爱去疗愈心灵的创伤，如何用爱去成全彼此的幸福。真正融入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境界中，人们将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包容，追求内心的和谐与平静，走向真正的觉醒。地球的频率如同人类的心灵一般，正在加速上升。它涵盖了人类所有信息的总和，或者说是意识的网格或场域。与过去不同，现在人类的能量场正在加速上升。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都在被不断放大。每个人只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生活，这种变革就像是被设定好的一样，富有的人继续富有，而匮乏的人继续匮乏，进一步加大了人与人的差距。然而，那些与地球频率匹配的修行人却能够打破这种设定，他们能够打开世界，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活在被设定里，完全走向善行与善业。所谓破局，也就是如此。你的善行越高，能量越高，显化越多，你才能驾驭天道大运的加持。紫气东来，真正的大巨变要来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累积的所有信息，都将在这个意识场中融合、升华。告诉大家一个关于离火运的大秘密：离火运是开启精神文明的修行时代。一个天大的秘密即将揭晓。当人心充满慈悲和包容时，时空的能量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的身体。当我们打开智慧之门，获得的能量将超乎想象。一个人发出善愿后，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这种能量加速着一切，放大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善行会被放大，恶行同样也会被放大。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所见到的世界正是这种意识场的加速显化。每个人创造的世界不同，而我们只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生活。这样的变革仿佛是被设定好的一样。富有的人将继续富有，而贫穷的人将继续贫穷。这种变革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唯有修行者
才能打开自己的世界，去追寻善行和善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驾驭大运的加持。离火大运，一切都围绕着火在运转。火源于心，心的能量创造了一切，一切皆源于心，从心变现。因此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被告知不断修心，因为一切都在加速发生。在未来，不修心的人将受到心魔的干扰，我们必须强大自己，修补感情的漏洞，否则心力不足将受到伤害。如果你不能开发自己的心灵，不能从虚无中创造出奇迹，你将失去竞争力。我们将发现，一切都朝着灵性的方向发展，人不再仅是工具，灵性和德行将得到尊重。对于个人来说，未来的自由时间和空间将越来越大，因此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将仅次于创新能力。自我管理是一种自我约束，也是一种自我发现。任何人都不能帮助你，只能靠自己的历练和修行。有些预言已开始应验了。根据易经中的离卦，当下时空已经进入了九子离火大运。在现在开始，将有3类人会迎来10年以上的好运。首先是那些积累了足够能量的人，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将得到充分的回报，事业将蒸蒸日上，财富也会与之增长。其次是那些在困境中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人，这些人将迎来转机，解决了过去的困难后，真正迎来长达10年以上的好运。第3类就是那些能够善于抓住机遇，勇敢前行的人，火运将是他们事业飞速发展的开始，为他们未来10年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有缘人，你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行业大火的同时，也会有更激烈的竞争和淘汰。真正的成功并不是依靠运气，而是需要不断深耕和努力。我们必须加强学习，不断磨砺自己，才能迎来自己的大运。这是最好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未来与火相关的行业将会大火一场。热门的行业包括能源、科技、互联网、娱乐等，这些行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同时也要注意，火能炼金，但也能焚毁一切。从这现在开始，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2018年12月7日，星际文明领域的学者麦克萨拉博士在上海首届星际文明探索国际论坛上透露了人类升维的关键信息，令人震惊。根据他的讲话，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变革，从第3密度升级至第5密度。这一升维的时间窗口被确定为2023年至2028年，与磁极大重置同时发生。
这意味着地球的能量场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早已开始。人类升维与磁极大重置的同时发生，表明着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麦克萨拉博士指出，地球真的正在从第3密度升至第5密度，这意味着人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经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意识的提升。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每个人的变化，也涉及到整个地球的能量场的提升。这一升维过程的时间窗口是相当紧迫的，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现在就已经到达了升维的关键时刻。麦克萨拉博士强调，对于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人来说，这个巨大的变革可能会带来极大的恐慌和困惑。随着地球的升维，人类的意识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些能量振动频率较高的人将更容易适应这个新的能量场，而那些振动频率较低的人可能会感到更加困惑和不安。这个变化不仅涉及到个体，也涉及到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地球的极移现象正在发生，这将导致气候的变化、地理位置的变化等一系列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应对这些变化的准备，以便顺利地度过这一重要的转折期。总的来说，人类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升维变革，这不只是个人意识的提升，也是整个地球能量场的提升。这个过程将持续到2028年，而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适应这个新的能量场，以便顺利地度过这一重要的转折期。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地球就像施加了封印，振频很低，所以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战争、掠夺、苦难、匮乏、贫穷，而近代以来扬升得越来越快，所以近100年创造出的价值、丰盛程度远超于1000年之前。越来越多的丰盛和富足将来到地球，因为源头是无限丰盛。我们正在向源头靠近，频率越高，越丰盛。现在是我们需要转变的时刻了，我们必须停止过低频的生活方式，转而去做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事情。只有当我们的能量振动频率提高时，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快乐和满足。如果我们继续做那些让自己感到痛苦和困扰的事情，我们的能量振动频率就会降低。这种低振频的状态会让我们感到疲惫、沮丧和不安。更重要的是，当灾难发生时，我们就会被这种低振频状态淘汰。因此，现在是时候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去锚定喜悦、爱、幸福及和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吸引更多积极的能量，让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轻而易举地来到我们身边。提升振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修行、冥想、与自然亲近以及与高振频的人交往来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
当我们的能量振动频率提高时，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充实。因此，让我们一起努力，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迎接更美好的未来。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回复一句顺应天道，愿你早日醒来，与时代同频共振，你整个人生才会更加的豁达，更加的充满智慧，更加的有心力。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